欢迎大家来到 Valedian 的频道，我是 Kelvin。昨天 Axie Infinity 官方公布了 Season 20的平衡性调整，这次的改动蛮大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因为涉及到的卡组很多，再加上影片的时长原因，我不会讲解全部被调整的卡。要是你们要知道全部内容的话，可以点击在 description 的 link， 它会带你到官方的 article。 OK， 我先从被 nerf 的卡说起。第一张被 nerf 的就是很多玩家，尤其是玩 Terminator 的玩家最讨厌的一张卡，那就是 Gravel End。 其实 Gravel End 在 Season 19的 update 中已经被调整过了，当时调低了10点盾，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 Gravel End 强势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机制，而不是它的伤害或者是盾。这一次改动就 nerf 在点上了，现在要触发 Gravel End 的效果必须要配合或是 combo 一张卡才可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改动，它可以减低对方抽回 Gravel End 的几率，从而减低对方可以连续使用 Gravel End 的机会。第二个被 nerf 的就是 Dwindle。 这张卡会被 nerf 的原因是因为在上个赛季 Skill Combo 机制的原因下，让 Dwindle 在 Mac 身上可以打出变态高的伤害。在上个赛季 Mac 用 Dwindle 打 Blunt 可以打出60×2，也就是120伤害，这对一张零费卡来说实在是太高了。现在官方把它的 base damage 从40减到35，再配合 Skill Combo 机制的改动，现在 Dwindle 打 Blunt 一下只会有48点伤害。下一个被 nerf 的就是 Double Anemone。 虽然上个赛季已经被 nerf 过了，但是他们依旧非常强势，而且因为 Breeder 大量繁殖他们的原因，他们的价钱也蛮便宜的，导致很多人买这套阵容来玩。 Season 19的时候2000分到2400分会经常遇到他们，现在官方把他们的伤害从80减到70，盾则从35减到30。这个改动应该会把 Double Anemone Bird 这套阵容 nerf 到下水道了吧。接下来被 nerf 的就是 Dark Soup 和 Eggshell。 Dark Soup 的伤害是从20减到10， Eggshell 则是从120减到110。这个改动会大大削弱偷袭后排的鸟。现在鸟一套偷袭后排的 combo， 也就是 Dark Soup、Eggshell、Vision Boost 再加 Boost Fight， 是带不走一个完全不叠盾的阿瓜的。我觉得这个改动的原因是因为上个赛季实在有太多 Double Blunt Bird 这套阵容了。接下来是 Bidens 和 Zigzag。Bidens 的盾从50减到45， Zigzag 的伤害和盾都从60减到55，目的是为了削弱 Immortal Blunt， 也就是可以回血的草。这个改动配合刚才提到的 Dark Soup 和 Eggshell 的改动，会大大削弱 Double Blunt Bird 的阵容。接下来就是 Boggy。Boggy 的伤害从125减到120，还有就是 Parasite 和冰蛇也被 nerf 了。冰蛇的 stats 没有改变， Parasite 的伤害从90减到80。被削弱的还有他们的触发条件，现在他们必须要和一张卡 combo 才可以触发他们的摧毁对方手牌的效果，这会加大他们要 discard 对方卡牌的难度。还有一张 bug 的卡被 nerf， 那就是 Fish Snake， 它的盾从90减到80。这4张卡被 nerf 主要是为了削弱上个赛季非常强势的双重加 Boggy 鱼阵容。下一个被削的有 Grass Snake 和 Winghorn。 虽然上个赛季毒阵容已经被 nerf 过一次了，但是他们依旧蛮强势的，所以现在官方再把他们 nerf 多一点。 Grass Snake 的盾从30减到20， Winghorn 的伤害从50减到40，但是作为补偿，官方把他的盾从10提高到20。接下来我会列出一些被 nerf 的常见卡，这些卡被 nerf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同样 class 和同样部位的别的卡比较起来显得太过强势了。官方为了把 Axie 多样化，就必须把这些卡 nerf 一点，好让别的卡更有竞争力。 Orenda 被 nerf， 伤害从120减到110了。 Hotbud 则被 nerf 从90伤害到80伤害而已。 Hair 的伤害则从120减到115，盾则从30减到20。现在我们来看被 buff， 也就是被加强的卡有哪一些。Risky Fish
因为上个赛季被 nerf 得太够力了，所以现在官方把他的盾 buff 从20加到25，这会增加 Risky Fish Aqua 的生存能力。下一个被加强的也是 Aqua 的卡，那就是 Sponge， 它的伤害从60加强到70，盾则从90加到95，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buff。酷咕也被 buff， 它的盾从30加到35。以上这3张卡的 buff 会很大的加强有酷咕 Aqua 的 Double Aqua Plant 阵容。接下来我会列出一些被 buff 的卡，这些卡的加强是对应我刚才提到的 Orenda、Hotbutt 和 Hair 的 nerf。这些卡的加强是为了增强他们在同伴之间的竞争力。Showstar 的伤害从110加强到115，盾则从10加到15。Carrot 的伤害从70加强到80，Rice 的伤害则加强从80到90，盾从10到20。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卡，官方想要提高他们的使用率和竞争力，所以把他们加强了。他们有 Cupid 20盾加到30盾， Tiny Dino 80伤害加到85伤害， Bamboo Shoot 75盾加到80盾，Hungry Bird 110伤害加到120伤害，但是40盾减到30盾。Imp 80伤害加到90伤害， Caterpillar 100伤害加到110伤害。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 buff， 那就是 Trump 这张卡，它的伤害从120加强到125。通过这个 buff， 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看到 Triple Trump 的新 meta 诞生。接下来我们来看 Skill Combo Bonus 机制的改动。这次的改动其实也不过就是把它改回像 Season 18的时候一样。Season 19的 Skill Combo 机制是 Flat Damage， 意思是说不管你的卡的伤害的 Base Damage 高低，增加的 Skill Combo Bonus Damage 是一样的。这就导致 Season 19的 Furball Dwindle Max 能打出爆炸伤害。现在官方把机制改成 Percentage Based 的，也就是和 Season 18的时候一样，意思是说 Base Damage 越高的卡，得到的 Skill Combo Bonus Damage 就会越多。以下就是最新的 Skill Combo 的表，记得它们是 Percentage 而不是 Flat Damage。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我对这一次平衡性调整的看法。我觉得整体的改动还是不错的，大部分上个赛季被很多玩家滥用的 meta 阵容，就像 Double Plant Bird、Double Bug Plus Pocky Aqua、Furball Dwindle Max 还有 Double Anemone Team 都被削弱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 meta 需要时不时的更换，才可以让游戏多样化，玩家也不会玩久了觉得无聊。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在做这一个$100的 giveaway，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左边的影片看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要是你们有关于 XC 的疑问，或是想要找朋友聊聊关于 XC 的话题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 link 会在 description 里面。要是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点赞，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哦。拜拜。